刚刚出院的梵高凝视着画布，发呆的服务员站在镜子前。1932年，当纺织巨头萨米尔·考陶德将私人收藏公之于众时，这里就成了伦敦最密集的印象派、后印象派收藏。我们来逛逛考陶德美术馆。考陶德美术馆呢，拥有大量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绘画，喜欢这些内容的朋友呢，一定不要错过啊！这个美术馆真的量大管饱。这个是雷诺阿绘制的一幅在包厢当中的场景。雷诺阿画的这个脸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致。然后点睛之笔呢，是这两个跳动的音符。这个是爱德华·马奈啊。这个场景呢，另外一幅更加完整的画，现在保存在法国奥赛美术馆。这幅画呢，马奈将文艺复兴当中的一个形象赋予了一位妓女。整幅画面呢，充满了这个性的意味啊。爱德华·马奈呢，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画家，这也是一幅爱德华·马奈非常著名的作品啊，一位女招待，她的背面呢是一位镜子，整个场面呢被马奈快速的笔触啊描绘的那种就是纸醉金迷的感觉。这个女招待的面部啊，非常的无奈，愁容满面。好像这一切的喧闹都和他没有关系啊！有人测定过啊，这幅画它的反射和透视呢，其实并不符合现实的原理。但是这个女招待表情的刻画实在是太精妙了。这幅呢也是雷诺阿的一幅画啊，我特别喜欢这幅画，我还将它用到了我英国先导片的这个片头当中啊。埃德加·德加呢，不光画这些芭蕾舞女啊，他其实也制作过关于这些舞蹈者的雕像啊，这是一个青铜的一个雕像啊。另外还有来自保罗·高更和著名的罗丹的雕塑作品啊，这个雕塑呢是罗丹的朋友啊，一位日本的演员，他呢正在练习惊恐和痛苦的表情。另外这里呢还有大量的来自于莫奈等人的绘画啊，我们逐一来观看。这幅画呢是保罗·塞尚在印象派早期的时候啊绘画的一个池塘。塞尚在这幅画当中呢使用了这个调色刀来涂抹厚重的这个颜料层。考陶德呢曾经系统性的收藏过塞尚各个时期的作品。这幅呢是塞尚画的他的在普罗旺斯的一个家乡的风景。这座山呢，塞尚一共画了80多幅啊，里面有这个田园，还有这个劳动人民。另外右侧出现的这个铁路和高架桥啊，1887年表示了这个工业对田园的一个入侵。这幅呢是塞尚他们家族庄园的一位工人，这个是很著名的一幅画啊，叫玩纸牌的人。左边这个叼着烟斗的人呢，很有可能就是上一幅画的这个人。他在这幅画当中呢，你看他的整个的人物的比例其实是被拉长的，然后呢没有酒馆啊那种喧闹的氛围。这幅画的展牌上写呢，塞尚笔下的劳动者啊，因专注而显得高贵，如同饱经风霜的雕像。在这个场景下呢，他一共画了5幅，分别收藏于纽约的大都会、美国费城的巴恩斯基金会，还有巴黎的这个奥赛美术馆。还有一幅呢，在2011年啊，以至少2.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卡塔尔的王室。这幅是塞尚在1894年他在他的工作室绘画的一个静物，整个画面当中呢充满了这种倾斜与不安，这是他在用静物在做一些视觉的实验。塞尚呢，从19世纪末呢开始进行这种现代主义的一些尝试啊。这幅画呢是塞尚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度假，这个地方呢不同于他家乡普罗旺斯那种非常粗犷的地貌啊，它的几何性非常的强。展牌里边写呢，这个塞尚医生啊性格很孤僻，像这种家庭度假式的场景，在他的创作当中非常的少见。这幅呢是塞尚在1905年啊，在他晚期，这是一幅他未完成的作品。介绍说呢，这种未完成可能是刻意而为的一种留白，是他整个风格的一个转变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马奈的画啊，这幅画呢是马奈在1877年绘制的一个叫《舞会》。这幅画呢是马奈的一个速写啊，也是未完成的作品。我们看右上角有一个男人的脸啊，并没有被绘画完成。这幅啊，大家如果看过英国国家美术馆那期呢，可能会有点印象啊。这幅画呢是马奈和莫奈他们在1874年一同写生的时候，马奈绘画的莫奈妻子和儿子，他的这个水波纹很明显是受到了莫奈的影响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克劳德·莫奈这幅画呢，和刚才马奈的那幅画来自于同一个地点。你看他们这个绘画风格呢，就各有特点。这幅呢是莫奈在南法旅行的时候，他用这种非常明亮的色彩传达出这种南方的光线。然后这里呢有一个考陶德的一个观察啊，就是考陶德艺术史学院给出的一个评论啊，他们说呢，莫奈在这幅作品当中呢，对于光线的描绘，给风景带来了一种宁静感和避世感，让你能够沉浸在整幅画作里。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保罗·高更，这是保罗·高更绘画的干草堆啊。我们知道莫奈呢，他画了大量的干草堆。我们看高更对于干草堆的绘画呢，和莫奈晚期绘制的这个干草堆啊，他们主要关注的内容啊就完全不同。这幅画呢是保罗·高更非常著名的一幅作品啊，叫 Nevermore 啊，永不在。这幅画呢是高更在塔希提定居时期啊，就是大溪地定居时期绘画的。然后展牌中介绍呢，这幅画面向欧洲的白人男性观众啊，展现这种异域风情的裸体女子。然后 Nevermore 呢来自于这个埃伦坡的一首诗，它讲的是一位
因这个爱人离世啊而发疯的一个诗人啊，听到一个乌鸦不停的在重复啊 Nevermore Nevermore Nevermore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画啊，这幅呢叫梦境，它呢和这个 Nevermore 啊绘制于几乎同一时期啊，同样是一种神秘含义不明的啊，仿佛一切都是梦境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后印象派啊，乔治修拉。乔治修拉呢，他真的很喜欢这条河，是吧？他的构图还是那么的工整。修拉的画呢，需要放大贴近了来看啊，这种点彩的技艺，密孔要犯了，是吧？另外呢，这里还有2幅梵高的作品啊，其中一幅呢是他非常著名的自画像。这幅画呢，创作于他精神错乱啊，在出院7天之后，他呢割伤了自己的左耳。另外呢，看到在房间当中呢贴了一个日本浮世绘的一个画啊，在那个时期呢，很多印象派、后印象派的画家其实都受到了日本浮世绘的影响，然后呢就出现了这种画中画的效果。考陶德美术馆呢，主要是考陶德学院的博物馆。考陶德学院呢，它的艺术史专业非常的有名啊。这个展柜呢，主要是当时考陶德家族啊，他们使用的一些茶具。我们看英国人他们在喝茶、喝咖啡的时候呢，他会用到非常多的这种容器，然后需要这种放糖块的，然后碾糖的。另外在远处呢，还有这个18世纪上半叶啊，来自于意大利的一个青花瓷。这幅画呢是保罗·鲁本斯早期的一幅作品啊，他描绘的是亚当·夏娃的2个儿子甘隐和亚伯。甘隐因为嫉妒啊，杀害了自己的弟弟。考陶德学院呢，它的艺术史非常的著名啊。然后在这幅画呢，还有一个考陶德一位讲师的评论，他在研究这幅画的时候呢，他发现这幅画他使用的木板并不是那些专业的木板，而画家鲁本斯呢，可能啊是为了节约成本，所以他保留了最外层的这个树皮层，节省了他的工时。保罗·鲁本斯呢，作为画家的生涯以画这个委托画为主啊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分类呢是肖像画。这幅画呢，就是保罗·鲁本斯接受的一幅肖像画的委托，由画面左上角的这个老杨·博鲁盖尔啊来委托。他本身呢也是一位画家啊。这幅画当中的2个小孩以及老博鲁盖尔本人，在这幅画完成的10年之后，死于一场霍乱。这幅画当中出现的这些首饰啊，后来也多次出现在老博鲁盖尔的绘画当中。另外，这里还有很多鲁本斯接受当时教堂委托的作品，这些呢大多数都是版画。晚年的鲁本斯呢，更多基于他个人的兴趣进行创作啊，比如这幅创作于安特卫普郊外的一个风景，感觉非常的宁静啊。这幅画呢，考陶德学院的老师同样给出了他的评价，他认为上面这些白色颜料的星星点点啊，可能表明了鲁本斯当时正在进行一场新的尝试。另外呢，还有鲁本斯的助手安东尼·凡戴克的作品，其中这一幅呢是从其他学校借过来临时展览的。这是英国画家庚斯伯罗送给他妻子的一幅肖像画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妻子是50周岁啊，他的面容呢非常的平静。这里还有一幅庚斯伯罗的画像，这个自画像呢原本认为是托马斯·庚斯伯罗的自画像，后来考陶德艺术史专业的学生呢经过研究啊，确定这幅画完成的时间是在托马斯·庚斯伯罗去世之后啊，由他的侄子杜邦来完成的。这边还有来自庚斯伯罗的风景画，和鲁本斯一样啊，庚斯伯罗呢接受大量的肖像委托，但是他的个人兴趣啊，可能还是这种风景画，也是非常的田园、非常安静的感觉。另外呢，这个美术馆啊，还有一些来自于约书亚·雷诺兹，也是英国本土画家的作品，他呢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首位主席。还有来自波提切利的大型祭坛画，这幅画呢出现了3位一体啊，就是圣三一、圣子、圣父，还有鸽子代表的圣灵。这幅画呢，经过考陶德学院艺术史专业的研究啊，发现呢，这幅画的主要内容是由波提切利完成的，而他身旁的这些天使应该是他的助手完成的。另外还有在20世纪初啊，由英国人罗杰·弗莱创立的一个叫布隆斯伯里，一个实验性质的一个绘画团体。这里又出现了克劳德·洛兰的《落日》，同样洛兰和维廉特纳